好，请打开圣经创世纪，我们今天来查23章跟24章，要来看23章、24章。23章、24章这个主题是撒拉的离世，还有以撒的结婚。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有关于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的整理跟一个复习。那亚伯拉罕之约是完完整整的，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亚伯拉罕生平我们介绍完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来谈到有关于撒拉的离世，还有接下去以撒接续的一个的圣经记载的一个故事。首先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23章第1节到20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谈到了撒拉的离世和埋葬。第1节呢，写出了撒拉离世的他的年纪呢是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那撒拉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被记载离世的年纪的女性，这代表了她在圣经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的位置哈。那随着撒拉是127岁，她是90岁生下以撒，所以这时候以撒已经37岁了。在第2节这里记载了撒拉是死在基列亚巴，也就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之后的改的名字，是因为亚伯兰的缘故才改成这个名字。希伯来的意思是指的朋友，因为亚伯兰是神的朋友，所以在这里呢，作者摩西特别指出这个地方是迦南地。为什么特别要指出迦南地呢？是因为是跟撒拉的这样子一个埋葬是有关联的，以及跟应许之地是相关联的。随着撒拉的这样子的一个离世呢，那第3节第4节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来洽谈购买麦比拉洞，好埋葬撒拉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这个地方其实是应许之地，是本来就是给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亚伯兰不过就是一个外人，他是一个寄居的，他是一个客旅的。换句话说，他连一块连埋葬死人的地都没有。所以呢，因此他请求赫人呢能够给他一块地，能够去埋葬撒拉。第5、第6节就是赫人的回应说：“我主请听。”这个我主请听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了亚伯拉罕在他们的当中的一个位置，如同一个尊大的王子哈。那在亚伯兰生平，我们多次看见亚伯兰的确是受很多他旁边的这些的跟他同居住的这些人的一个的尊重。赫人的回应呢，其实是神成就亚伯拉罕的一个名要为大另外一个例证哈，让看到跟亚伯拉罕居住在一起的这些的周遭的人呢，都对他是非常的尊重，尊他的名为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就提议说，你只管在我们这边最好的坟地哈，随便选一个地方就埋葬了撒拉，意思就是说随便你选。这里首先暗示是他们会给亚伯拉罕一块免费的一个的墓地，或是借给他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在第7节那里呢，亚伯拉罕就起来，就向内地的赫人下拜。这个下拜不是好像是在拜偶像，或是说在拜一个圣经除了我们讲得很清楚，除了神之外我们谁都不能下拜。那这个不过是一个在当时典型的中东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习俗，本身是中立的，所以并没有违背神话语的前提下去拜这些的偶像，这是一个社会习俗，只是一个回应别人对你的一个的尊重，只是一个做一个这样好像我们中国一个答谢一样的一个的意思。第8节第9节呢，就记载了亚伯兰就请求呢要把这个麦比拉洞给他。麦比拉这个希伯来意思就是双倍的洞，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地方亚伯兰买下来之后现在是会埋葬了撒拉，之后呢当亚伯兰离世的时候也会埋在这里，甚至于连雅各最后请约瑟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也要将他的骸骨带回来到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本身来讲，双倍的洞指的是不只是只有一个洞穴，它里面有很多的洞，那就会成为一个亚伯兰要预备作为撒拉的一个的坟地。那事实上呢，这个地方呢，它是根据圣经，它是以弗伦的一个的财产。亚伯兰本身呢，随着神经历到现在这个年龄呢，那如果撒拉是117岁，这时候亚伯兰已经137岁了。
他跟随了神呢很久的时间，所以他不会去占这个便宜，他也没有想要免费得到，所以他就说你可以把它卖给我，甚至于呢他愿意出高价来买这块坟地。那以弗伦就来提议的说呢，再一次的能够来提供一个免费的埋葬的提议哈，但是呢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好意，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需要把这样子是一个认真的看待，因为这只是一个客套的说法哈。所以亚伯兰很明白，所以亚伯兰不单单是拒绝，而且他再次跟他讲说，我要把这个田价给你，求你收下。一方面代表了亚伯兰是公平公义的，二方面他也知道人是很客气的对他，因为刚刚说过是尊重他的名是大的，所以就跟他讲说我愿意买下来，他拒绝免费，然后呢要付这个一笔钱给这个以弗伦来买这块坟地，这是在10节到11节这里。接着我们往下看14到18节，这个买卖就正式的一个的成交合法，所以呢他在赫人面前呢开城门就买妥了这块地哈。那这个交易一旦在城门口的见证人呢有一个见证，就正式的生效，这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合约的一个见证人的一个的意义哈，所以它是一个合法的。事实上这块地呢亚伯兰买下来，也就是他在整个的生平的当中，在应许之地唯一所拥有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他用高价来买下的。这个高价买下属于亚伯兰的地呢，其实是很有一个真理的意义跟属灵的意义的。那亚伯拉罕呢就把撒拉埋葬在曼利前麦拉比田的洞里面，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双倍的洞，事实上来讲是2个双洞的，那是特别讲到是在迦南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3个看见。第一个是亚伯兰曾经我们上一章谈到22章20节到24节那里，亚伯兰当然知道他是从亚兰地来的，他在哈兰呢还是有这些的他的原来的家族的人，那里呢本来就是埋葬他父亲的成员的地方，按照一般的习俗他会把撒拉带过去呢跟他的家族的墓地呢一起埋在一起，但亚伯兰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从他离开了加尔地的乌尔，他就知道这块地是属他的。那就好比之后呢刚刚所提的雅各会要求约瑟把尸体呢从埃及运回来这个洞埋葬一样，所以这个洞呢就成为他脱离他父亲族的一个的更清楚的一个证明。二方面呢，这个洞就成为亚伯兰后裔的一个家族的目的。换句话说，从亚伯兰包括今天这个撒拉还有以撒还有再来的这些的雅各，都是成为他一个后裔家族的目的哈。这是指的在这个属灵的意义在这里。第二个是亚伯兰的角度来看呢，用极高的价格买下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行为表示他要脱离亚兰，也就是他回来最早从哈兰出来的家，而能够独立在这边，从他开始真正的建立他的子孙跟后裔，也就是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在这个应许之地的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意义跟象征。第三个，亚伯兰意识到他以后他当然知道他会住在应许之地，所以这就是他埋葬撒拉并且为什么要买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这是3个的看见。接下去我们就来看24章是1到67节，是讲到了以撒娶妻。首先我们来看第1节，讲到了亚伯兰的年纪老迈，那他向来在一切事情上面呢，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所以亚伯兰之约对他个人的部分，这个应许已经在他的生平几乎都成就了。因为在之前我们谈到他献上以撒之后，他该做的功课都全部做完了，那虽然没有全部成就，但是成就了非常多，而唯一没有成就的一项是对应许之地的所有权。所以刚刚提到他为什么在这里买一块地，也代表了一个象征的意义。随着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亚伯兰的子孙就正式的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所有权。
但目前呢，在这一分钟呢，在我们谈圣经的这一分钟呢，有关于这个地方在财富、地位、影响力，亚伯兰事实上都看见他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接着我们来看到2到4节，是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跟他之间的誓言。以利以谢呢，是负责管理亚伯兰家族里面的权业，他是一个仆人之首。如果以撒没有出生呢，那他将会是这个继承者，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先前已经被逐出去了，所以呢，如果没有以撒的话，他当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但是在这里他成为一个仆人，他心里没有憎恨。以利以谢是一个非常好的仆人，一个好的仆人一定关心主人的福祉，他会为主人着想，总是为他的主人着想，不会为他自己而想。现在呢，他被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委任来为以撒寻找一个妻子。第2节的后面呢，讲到了一个发誓的记号，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翻译的非常的含蓄，因为我们知道和合本它很多翻译是非常文雅的，事实上翻译的很好。事实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指的生殖器的委婉语因为大腿的底下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的根部那里呢，原因是因为这个部位是生命之源，是彰显生命力的位置，所以呢就在生命之源呢延续的这样子一个立场之下呢，这个位置来做一个庄严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庄严的记号，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好像要放在那里来启示的。而且呢，如果这个立誓的誓言没有呈现，那跟亚伯兰立约的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呢，这样子一个儿孙呢，就会遭到报复对启示者的不忠。所以这个对亚伯兰跟他的仆人都是一个很庄严的启示。那这个过程事实上呢，在创世纪的49章29节，当雅各离世的时候，他再一次的会用到同样的方式，他要求约瑟呢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来发誓，也是同样的一样的意义。3节4节就讲到了启示的内容，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叫他启示，要给他一个任务。这个内容是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不能从迦南人的当中为以撒找妻子，因为这是一个启示的关键。原因是因为亚伯兰非常清楚，以迦南人通婚的话，就会使亚伯兰的后裔无法继承应许之地，因为这是必须要照着神的这样子一个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启示。所以第4节呢，以利以谢就被指示应当说去往我的本地，这个本地就是他的故乡，就是从亚兰，那也就是从亚伯兰的本家跟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之前我们在创世纪前面那一章22章的20到24节，圣经很多东西它列下来都有它的一个的伏笔或是一个意义。在我们这边谈24章，事实上22章20节到24节，在22章的最后有列出来了拿鹤的后代里面的家族成员，也就是摆下了伏笔，接下去讲到了利百加的一个出现。在仆人被亚伯兰要求启示之后呢，他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说如果我找到这么一个女子你要求我要把她带回来，如果她不跟我回来怎么办？也就是说他找到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以撒，但她不愿意到迦南地来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假设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人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提出先想到一个可能性的方法，他说我必须要把你的儿子带回来你原出生之地吗？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愿意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把以撒带回去亚兰地结婚，然后住在那里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在24章6到8节，亚伯兰的回答就非常的坚定，告诉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以撒不能够回到亚兰去，他居住的地方必须是在应许之地。甚至于在之后我们要谈到以撒的故事的时候，神也是叫他待在应许之地，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所以
他的居所一定是在应许之地，而不是在其他任何的地方。第7节呢，就揭示了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心。亚伯拉罕说道：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因着这个缘故，以撒必须娶妻生子，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换句话说，亚伯兰知道说以撒一定会生孩子的，要不然没有以撒的后面就没有继承人了，没有继承人的话，怎么来继承这块土地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逻辑很正常的，因为神应许给他了。所以呢，亚伯兰就对这个仆人说，他必，这个他当然是指的神，必差使者在你的前面。这是亚伯兰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亚伯兰非常相信神会保佑以撒，会为以撒找妻子。在这里是亚伯兰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他里面就是知道神一定会这么做。而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后面的故事记载呢，你没有看见有任何天使向这个他的仆人显现，也没有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指引。所以这个神的使者是无声无息的，是完全不被察觉的。这通常是使者在执行神旨意的方式。相对的，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的发展，但是好像在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当中，你觉得好像你被引领到一个地方，或引领去做一件事，或者引领到一个方向去。事实上，这个看不见的使者在亚伯拉罕在讲这句话到今天一样的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神差派使者总是在我们的前面啊。这在之后不管是约书亚进应许之地，以及以色列大卫的这些征战，太多的地方可以证明神总是差派他的使者在他的子民的前面哈。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这当中学习的。那这个使者呢，通常就是来执行神旨意的一个方式哈，来帮助他的子民完成神的一个的心意跟旨意。这个结果呢，亚伯兰就跟他说，你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在我们接下去要谈的这样子的内容的当中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记载呢，对今天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徒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跟一个启示。为什么呢？首先是亚伯拉罕，他对神已经非常熟悉，非常认识神，所以他非常有信心的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尽管去，神一定会预备的。也就是说，如果神没有预备的话，那这个应许就是假的，当然不可能，因为他跟神已经，这时候他已经137岁，他已经经历神67年了，他太清楚神所说的话句句都要呈现的哈，所以这是他对他说的。而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不是他从他的本族本家带出来的，或许在某一个时段他就跟随了亚伯拉罕，甚至有可能当亚伯拉罕带以撒去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带了2个仆人，可能其中有一个是他但是圣经没有说明。总之这个仆人是跟随他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呢，他才能作为一个他众仆人的一个的首领，也是一个亚伯拉罕能够信任的一个忠心的仆人。那他很明显的是一个外邦人，也就是说非犹太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接下去看，我们如果现在假设把亚伯拉罕当作是一个信主的人，而以利以谢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是说假设。所以当亚伯拉罕跟他讲说，神是怎么带我，所以你尽管去，你在你的路上有使者，你会看见神怎么带你。以利以谢他并没有经历神啊，他虽然跟随他的主人这么久，他知道是有神，但是他没有经历过，他只看见他的主人非常的祝福。所以这就等同是像今天我们这些来跟随神的人，我们有经历了，我们有实际的遭遇了。所以当我们如果今天跟一个人传福音，他也愿意相信，但是他没有经历神，他完全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所以接下去的故事，我们除了看以利以谢的一个怎么来寻找
利百加的过程。相对的，我也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有关于刚刚所说的，如果今天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如果对方是一个不信的，如果对方是有兴趣也愿意相信这一位神可能是他要寻找的这位真神等等之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相信，而怎么让他去经历好。所以下面我们就接着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在刚刚这个仆人对亚伯兰所说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讲到这个女子如果不跟你回来怎么办，亚伯兰就会跟他说，如果女子不跟你来，那我的启示就跟你无相干了，只是呢你要不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所以最后呢，仆人就把他的手放在亚伯兰的大腿底下，为这件事情起誓这是一个假设，当然是不可能，因为亚伯兰知道神一定会为他预备的。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第10节了。这个仆人就带着他主人给他各样的财物就离开了。那事实上这些财物为什么要带着呢？这就是等于是一个聘礼所以他就起身往拿鹤的城，就在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去往亚兰的城去，往亚兰去了。所以呢，在11节那里记载，仆人到达了，时间是天将晚。天将晚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是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所以呢，这时候他已经有一堆的这些的人拖着这些骑着骆驼，拖着这些礼物，所以呢，他就叫这些的骆驼跪在城外的这些水井那边呢来准备喝水。事实上在中东许多的阿拉伯城镇这种做法到现在还是在沿用的因为骆驼是一定是要跪下才能喝水的，所以他就给骆驼休息来饮水。在12节到14节那里呢，就记载了仆人的祈求祷告。这时候他已经到达这个地方了，也就是说他的任务开始了，他开始要经历神了。他要经历神，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主人这么跟他讲，天马行空，这么大的城，你只叫我在这城里为他找一个女子，我去哪里找啊？人海茫茫的，我怎么去找呢？所以他只有来跟神祷告，所以他开始祷告祈求。他的祷告是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所以意味得很清楚，他这时候是相信他主人的神，而不是他自己的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他说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不是祝福他，是祝福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也就是说他求神为他开一条路了。第13节接着就描述了仆人的位置跟这些的女子的行动。仆人就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的这些女子会出来打水，因为这个是晚上的时候呢，比较没有那么热，所以通常的习惯呢，这些城里面的女子她负责这些的打水的工作。那不止一个女子，很多的女子都会出来打水，因为这是一个习惯。所以这个仆人呢，知道这个时间很多的女人会出来打水，所以他祈求的具体的记号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都说请喝，不但是请我喝，而且我也给你的骆驼喝。这是一个祈求的一个记号。他说如果有这样子的女子，那我大概就知道说，这是你要准备让我去找的女子。所以在一个长途跋涉之后呢，因为呢他这个仆人他这么讲呢，是因为他带了很多的这些骆驼，如果呢他主动的为这些的骆驼呢供应饮水呢，而且你是要从井里面去打水的，不是一次可以打全部给骆驼喝的，你要打非常多次，意味着这个女子是非常勤奋的所以呢这个对这个仆人来讲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记号。那他就接着讲说，继续跟神祈求说，愿那女子就做了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所以他就说，首先是他会给我水喝，他不但给我水喝，而且会给这一群的骆驼水喝。那我大概就知道这是你要告诉我的这样子一个记号，是这个女子要作为预备给以撒作为妻子的。他说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所以再一次的这里看见说，他是为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着想，
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接着我们就看到仆人跟利百加的一个的相遇了，在15、16节，在15节开始说话还没说完。换句话说呢，神是在这个仆人还没有祷告完就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上神早就预备好了利百加，在他还没有开口祷告前，利百加就已经在众女子当中，所以他还没有祷告完的时候，神就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只是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太多的女子来打水。这时候利百加出现了，而我们知道利百加呢是这个毗斯利所生，他是亚伯兰的兄弟，是拿鹤妻子密迦的儿子，也就是说呢，他是密迦跟拿鹤的孙女，那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女。在22节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拿鹤的家谱那里就讲到了他这个家族关系的女子。那在身份上，他事实上是以撒的隔代的堂亲哈。那利百加原来的意思是指的像小牛般的。好，我们接着来看后面的17节之后，我来看见这个仆人跟利百加之间的一个的相遇跟对话。首先呢，利百加就到水井边去打水了。首先是她的美貌，讲到了说他看见了说这个女子容貌极其俊美，就像撒拉一样。其次呢，她还是处女。处女这个字当然我们中文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原来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指的分别，或是使人保持谦虚，是适合结婚的。所以从希伯来语原文的意思，你没有办法确定她是不是一个处女，像我们中文很清楚的表达这样子。所以作者在后面就补充说，她未曾有人亲近她，来证实了她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一个处女的一个的身份。接着17节呢，仆人就靠近利百加说，就跑上去迎接他说，因为他看见利百加了，就跑上去了，而且因为他看见他容貌长得很漂亮，那他就看见他，因为他看见他应该就是在离他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过去了。他就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那利百加呢就说，我主请喝，就拿给他喝，就喝完之后，但是这并不算是记号哈，因为对一个当地人来讲，任何一个陌生人说你给我一点水喝，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口渴，我给你喝点水一点都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礼节哈，所以这不算是一个记号。但是接着我们就看到19、20节，关键就是在于他接着来喂这些的骆驼来喝水。所以19节呢，利百加就把水给这个仆人喝了。他一喝好之后，利百加就跟他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意思是说，他就要为这10匹的骆驼呢供水，直到叫骆驼也喝足哈。要了解，骆驼是很少喝水的，它一旦喝水就会喝很多，好存在它的驼峰里面哈。所以呢，它必须要打非常多次，因为水井就这么一点大，肯定它要做非常多次的。所以20节呢，他就急忙的去打水。这个意思是代表他很敏捷，他不断的到水里面到水井里面去打水，来给这些骆驼喝哈。所以在16节到20节的当中，利百加看起来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做这件事情，只是他并不了解仆人已经事先跟神祷告了关于这件事情。当利百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那有趣的是，你看21节，这个仆人在那边做什么？他定睛看他，他在观察，而且他观察的时候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不是单单来观察，而是观察的目的是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在观察这是否确定是对他祷告的回应。讲到这里，也提到像我们一般去寻求神，求主给我们就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那有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一个记号。当然这种祷告求记号，我们要强调，之前在雅各书里提到说，这并不是一个信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用信心来支取，而不是总是去求记号。记号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这个仆人他还不是信神的，所以他说我主亚伯兰的神，所以他不清楚
他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所以他会说求一个记号。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是像以利以谢这样子祷告说，主啊，你这样给我一个记号，如果是我们在学习信心成长过程，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问题，谁也会让我们去求这个记号。但重点是，当我们如果看见一个记号来了，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立马上前。如果你是这个仆人，你很可能就说，就是他，就是利百加，不会错的，抓着他的手，你就说，来，我要跟你提亲，你就是以撒的妻子等等之类。我们很快的就去抓这个东西，我们很快的就认为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太快了，我们没有在等候神进一步的去观察，进一步的去确认。所以在圣经这里，你看见这个仆人，他做什么？他没有冲过去，他也没有跟利百加讲说，我来做什么你就是那个我刚刚祷告的女子，他完全都没有，他安安静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哦，他是定睛看，他在观察而已。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匆忙，不要急。当然我刚刚提过，不要总是用记号去求祷告，这不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你是还在成长过程，偶尔做一次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即使你没有求记号，但是你仍然祷告的时候是要寻求神，看神怎么带领你，这是可以的。那当神带领你的时候，有在照着你的祷告引领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匆匆忙忙的就抓了，不要匆匆忙忙就决定那件事情就是的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危险的，会这样子来错判，我们分别上面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自主为念的一个心意，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分辨的错误。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呢，22节呢，这个仆人就观察了一段时间，他等这些骆驼都喝好了之后呢，这时候他才把礼物拿出来了。他拿出来了一个金环然后呢，这个就像是一个鼻环一样，还有2个金镯，有10色克勒，其实蛮多的给了这个女子。给他之后，他就提出2个问题了。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第二个问题是，你父亲家里有没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利百加就在24节25节回答说，他说，我是拿鹤之子毗图利的女儿。他说，说明了他和亚伯拉罕家族是相关联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交托给仆人的另一部分的条件。所以在这里他再度得到一个印证，说他果然是跟亚伯拉罕家族有关系的。第二个回答是说，我们家里面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所以他说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我就邀请你来跟这些的仆人一起来住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问他2个问题，利百加都告诉他的这些的讯息，而且同意他能够到他的家里去住宿。接着就是仆人的2个回应，在26、27节了。首先这个仆人呢是关于是敬拜，所以这个仆人心里面大概心知肚明了，果然是神所预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他就说，耶和华，再一次你注意他这里还是讲一样的，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他经历神了，他看见神果然垂听他的祷告，即使他是只知道神，但是没有经历神。他接着讲说，因神用不断的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换句话说，他在这里真正的经历到他主人的神，他主人所告诉他的事实全部呈现了，所以他主人的神这时候就成为他的神了，因为他经历了。所以在感恩之中呢，他也知道了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跟他讲的这个约定果然都呈现了。他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面。所以他在这里意识到了神的先见在掌握着一切，神在掌管万有一切的事情。因此呢，神的使者呢正在行他一个嘴里面没有说过，眼睛未曾看见的事情。事实上不要忘记，神曾经说过亚伯拉罕是个先知，所以他对他所说那个预言说神的使者在你前面行，这个事情也应验了
所以呢，神在这里的先见让使者首先第一个来到井边的女子，就是符合亚伯拉罕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带领跟神的一个作为哈，而且并且呢，他愿意呢按照仆人的记号所行。很重要的就是他愿意完全的跟这些记号完全符合，并且呢，他也同意这个仆人对他的提议。所以这个仆人这时候认识到了神的全能跟全知，掌握着这一切。在28节这里呢，利百加就回去来跟他的母亲跟他家里面的人来报这个信息了。首先在29节到30节这里呢，利百加首先回应的这件事情他告诉他父母亲跟家人，但是在他家里面的回应的首先不是利百加的父母，而是他的哥哥拉班。那拉班为什么主动的来回应这件事情呢？在30节呢，就看见他的一个动机了。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所以呢又听到他妹子这样子来介绍这些话，所以他一看金子眼睛都亮了哈，哇，这么有钱这么好的礼物。所以拉班的动机呢根本不是在于家族的关系，而是财富。在这里他的动机是如此。在之后我们要讲到雅各在那里，在拉班那里呢待了20年的时间呢，我们看见拉班的动机还是关于自己的利益跟财富哈。所以之后我们会讲到雅各跟拉班的故事，他还是一样的，拉班没有改变。所以拉班呢，他看见这么好的礼物，这么有钱，他当然是觉得就看着眼睛都亮了，所以他举动赶紧的就到这个人的旁边来哈，来赶快来跟他搭讪跟他讲话。这时候呢，他看见这个仆人还是在那个骆驼旁边井的那边，所以呢，事实上这个仆人还是在那边等候，要看看神下一步怎么做。他虽然跟利百加邀请了，但是利百加回去跟他的家里面人讲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带他回去，这时候是拉班跑来了，所以他在那边等，看神怎么带领他下一步。所以他已经知道怎么去等候神，让神去带他走下一步了，因为他知道神的先见跟神的主权在引导这件事情。好，这时候拉班到了，拉班就来邀请他，很没线的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很明显拉班是知道真神的，因为这个知识呢，从洪水时候一直留下来呢，很多人他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知识仍旧停留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很多人还是知道的，只是你相信神跟你知道有神跟你愿意倚靠相信他是两件事。在这里是他知道有神，但却不信神。在之后我们讲到拉班跟雅各的故事，我们就看到拉班事实上他是一个占卜者，他是一个异教徒，这以后我们再来分享。所以在这里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通常我们讲这句话好像以为他就是信神的，不，他是知道神，但是他却不相信。所以他就说呢，哇，那你既然跟我的妹妹讲这些事情，我呢已经收好房子了，预备地方了，那希望你可以来到我们这边来住。因为他想用很短的时间建立关系，原因是因为那些财宝呢让他印象深刻，他想看看后面还没有什么好处哦。所以在32到33节这里，拉班就接待他了，就拿水给他跟随人洗脚。所以在圣经这边我们会看见说，仆人不是一个人旅行的，还有其他的人因为他这么多的财物不可能他自己可以带得了，所以接着是对仆人的一些的款待，就请他吃中东大餐了。那仆人呢就推迟了用完餐，就对他说我不吃。很奇怪，他回应，事实上他说等我说明我的事情再吃。所以看见这个仆人他是何等的忠心，他不会因为自己饥饿人家的邀请，他在念的是亚伯拉罕他主人委托他的事，他总是要先把事情办妥了办好了，他才愿意来吃所以再一次我们看见这个主人这个仆人是非常忠心的，非常良善，而且他总是想到主人给他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他说呢，我先不吃了，
我想要把我来的意义是做什么，目的是做什么，他想加速完成他的使命，比吃饭更重要。所以这个优先次序也给我们一个的学习的榜样，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其次重要的。所以拉班就回应说，那你就请说。所以呢，拉班也很好奇，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会把这些镯子这么多金子给了利百加。在34到48节，这个仆人就冗长的描述了整个事件，表明任务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因为经文都有讲。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告诉他为什么来的目的，也就是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关于亚伯兰所跟他讲的这些的事情。他也告诉他们说，利百加和他一起回到亚伯兰家是何等的重要。接着我们来看49节，仆人就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他说，现在若你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或向右。意思他的意思说，如果我现在来请求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愿意，你就告诉我，没有关系，那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再去寻找下一个女子。所以呢，他这时候他需要知道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利百加的家人是不是愿意他同意这个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妻子。所以仆人很清楚的意识到，他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全部都是神的杰作，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假设，他是在等待他自己的祷告完全应验。换句话说，在我们从刚刚讲起这个主人跟神祷告，这个仆人跟神祷告，一路到现在，他还在继续等候神，因为这时候他被委托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他的利百加的家人跟他自己都还没有同意，所以他只是进行式，而不是一个完成的事。所以他在等待自己的祷告是不是完全应验，所以他主动的来跟他讲。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他不吃饭，他想要先把事情弄清楚，是不是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的恩惠，他心里是知道有数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他没有做任何的假设，他只是继续在等候神下一步的主导跟带领。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见下一个段落，是从50节到60节，讲到了以撒跟利百加的一个订婚了。虽然以撒不在现场，但是这个仆人来其实就是来下聘礼，要为以撒娶妻的。首先我们来看见50到51节，讲到拉班跟利百加的父亲都赞许开始，而且他们同意了，这是一个神的先见。他们就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因为刚刚这个仆人已经跟他描述了亚伯兰跟他讲的这些故事，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神让他来做这件事情的。他说，我们不能跟你说好说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做决定是或不是的人。他的意思说，他承认这个神是在掌管的，而神是在引导的。因此呢，拉班跟毗土利都同意说，看啊，利百加在你的面前，可以将他带去，按照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的儿子以撒为妻。所以这个同意呢，也是从他的父亲来的，也是从哥哥来的。事实上呢，那时候兄长呢带着非常大的一个的在家庭之中的位置跟权柄所以呢，兄长会参与这类的谈判是很普遍的。但在这里呢，利百加的父亲跟他的哥哥拉班全部都同意让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妻子。那在52节在这里就记载了，仆人就再一次的感恩，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现在祷告就完全的成就了。他在这里首先感谢的是神，他并没有去感谢利百加的家人，因为他知道是神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匍匐在地，代表他对神的敬畏跟敬拜。他知道他的祷告神已经完全的成就了，他的活已经干完了，他做好了这件事情了。所以接着在53到54节呢，仆人就下了，这时候他才付了聘礼。换句话说，刚刚那个一个镯子不过是一个见面的礼物，
并不是全部的一个聘礼。隔天早晨起来呢，因为他吃完饭早晨起来之后，仆人就对他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因为再一次的他希望赶紧的完成使命，不要在这边耽误。结果呢，在55节，拉班跟他利百加的母亲说呢，让女子就是让利百加跟我们再住10天吧，至少住10天吧，然后他再跟你去哈。他们想要拖延至少10天，但是在这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56节，仆人拒绝耽误我。仆人说，耶和华既赐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这点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当今天神量给我们一条路是通达的，是很顺利的做的时候，绝对不要中途的你去做别的，绝对不要被任何的人事物耽搁了，赶紧去做，继续去做，按照神给你的这样子任务，按照他给你的时间去完成，不要去耽误神量给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仆人说，请打发我走，赶紧的让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吧。所以仆人看见神在加速事情的进展，所以他也要赶紧的加速完成哈。那结果他的家人，利百加的家人再一次的想起另外一个拖延的方法，就在这边跟他说，那你就叫利百加来看看他是不是怎么说嘛。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看看本人的意思。所以呢，他就问利百加说，你和这人愿意同去吗？事实上他不需要经过利百加同意的，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带着绝对的权柄可以去代表他同意的。他不过是想要让利百加自己说说看，如果利百加说不啊，我想在家里面多待一待了，那他就有一个理由可以来延误这件事情。没想到利百加的回答是说我去，利百加是立马就同意了哈，所以就再一次的看见是神在带领这件事情，所以他清早就预备好就离开了。利百加自己也不希望耽误的。最后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离开了，往迦南地去了哈。然后这边59节讲到利百加的随从是他的乳母，还有其他的。在创世纪后面35章第8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乳母的名字叫做底波拉哈，她是利百加的奶妈。那底波拉死的时候呢，是雅各家的一员哈，她已经是归属在雅各家里面的，也就是跟着利百加就是伴随过来的，成为雅各家族的一员。在60节，我们就看见这样子一个欢送的队伍来订婚的一个祝福就派出了哈，所以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之前我们有提到，当后裔在这边在用的是绝对的一个的单数，而它有一个集体单数跟一个单独的单数。集体单数总是指的后裔，是指的以色列。如果是一个单一的单数，那是指的弥赛亚哈。所以这里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两个都成就，以色列也得到了，也战胜了仇敌。那主耶稣更是不用讲，把撒旦败在死亡的这样子权柄之下，而得到仇敌阴间的这个钥匙全部都夺回来。所以在前面接着我们就看下一段，就讲到了利百加跟以撒的一个成婚了。在最后61到67节，在前面一段的一个前奏之后呢，他们两个终于成婚了，就描述呢，他们就来到了回到了以撒的居住的地方。那利百加跟他的使女就起来了，所以代表他也带了一些其他的这些的婢女呢，跟着他一起过来。在62节到63节就看到了跟以撒的一个邂逅，他看见了，彼此相遇了。那这时候呢，以撒刚从毕尔拉海赖回来，这个地方之前我们也提过，他是夏甲在这里遇见耶和华使者的地方哈。那现在呢，因为夏甲已经跟以实玛利被逐出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归给以撒为业了。这时候呢，天色已经晚了，那以撒在田间默想，这个默想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以撒在傍晚祷告的时间。在默想的时候呢，他看见骆驼来了，那看见骆驼来了，他预料这一定是外地来的，他或许可能他预料了
这个仆人所带来有他要娶的女人。接着呢，我们就看见利百加就举目看见以撒，就下了骆驼，因为他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只有在65节之后，他才辨识出这个以撒是谁，所以他就问这个仆人说：“这个人是谁？”那仆人就跟他说：“这是我的主人。”他就知道这是他要嫁的男子是以撒。利百加的回应，马上就拿起帕子蒙上脸来，把他的脸遮住。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代表利百加在这个骆驼上走的时候，并没有带着帕子走来走去，他是到了目的之后，他的脸之前的时候脸露出来了，但是在此刻他才把他的脸遮起来。原因是因为在当地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习俗，跟中东习俗也是，新娘呢在新婚之夜是蒙着脸，是符合当时的一个习俗的哈。那同样的情况，这个解释了之后呢，我们会讲到雅各娶了这个利亚，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在新婚之夜并没有认出呢，那不是拉结，乃是利亚，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新婚的初夜是跟谁睡的，原因是利亚跟雅各一起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样子一个帕子把自己脸遮起来，所以他认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习俗，在还没有嫁娶之前，女子必须要把自己的脸蒙好，所以利百加就把她蒙着脸。接着我们就看到仆人就把这些事情就告诉以撒了。那以撒当然就知道这是神为他拣选的妻子，而且都跟这个仆人向亚伯兰说启示是一模一样的。在67节最后那里，我们看见那以撒跟利百加就成婚了，以撒就带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那这时候呢，这个虽然撒拉已经过世了，但是帐篷是空的还在哈。那这个带入他母亲的帐篷，意思就是举行一个结婚的仪式。那婚礼的仪式呢，就是要带他进到帐篷，跟他能够一起来生活了，娶了他的为妻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他，结果呢就告诉我们说以撒呢从他的母亲不在呢，这时候他才得到了一个安慰，因为他这时候有一个伴了，那他这时候才得到一个从母亲失去的一个的安慰哈。所以这边也顺便提一下，这边也告诉我们圣经的婚姻，什么是圣经的婚姻？圣经中在讲婚姻不仅仅只是住在一起，也不是只是一个性的结合，为了生儿育女哈。事实上不结婚也可以发生一个性的结合，甚至在圣经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很多处哈。但是圣经的婚姻有3个要素，我们顺便提一下。首先呢，必须要彼此承诺，所以他在利百加在这里呢，他对以撒承诺愿意嫁给他，以撒也对他承诺愿意娶她。事实上他们两个没有见过面哦，所以这时候他们哪里来的爱情？他不是因为有爱情来结婚的，因为他们才刚刚认识，所以这里并没有任何爱的感觉，但是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承诺你要爱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一个男女的婚姻最重要的不只是爱情而已，最重要的是彼此的承诺。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典型例，这是一个圣经的婚姻观。第二个要素是当然是要婚姻的仪式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合法性。任何没有合法性的婚姻，如果男女发生关系，那都是一个属于一个不道德，或是甚至是一个淫乱的行为那一个婚姻的仪式是非常重要，是被当时的一个社会认可，到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每一个社会都有独特的婚姻的仪式。那比如说有的像犹太人是在棚子下结婚的或是有些地方是交换戒指啦，或是有一些誓言，中国有中国的这些的风俗，怎么样来做一个结婚的仪式，这是第二个，要有正式合法的结婚仪式，或是到法院去领结婚证，或是领这个公证都可以第三个圣经的婚姻的要素是如同圣经所说的，当你第一次的一个性的结合，就正式的让夫妻结为一体了。夫妻结为一体的意义呢，这以后我们再来分享更多的保罗怎么用这个夫妻结为一体来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个人了，非常重要的在婚姻之中。
我们首先要承诺，再来是合法的婚姻，再来就是夫妻之间是连为一体的，不可分开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好，我们的分享就停在这里。